凌晨3点，我不过是起床上了个厕所而已。楼下邻居以我冲马桶影响他睡觉为由，用震楼器震了我3天3夜。可我不仅没吵没闹，反而还默默搬了出去，将房子让给我正在冲刺高考的妹妹住。结果第2天，整栋楼的邻居和物业都疯狂打我电话，跪求我赶紧回去。刚搬进新家的第1天，楼下邻居张凤兰就来势汹汹地找上了我。我睡眠浅，非常讨厌噪音，你给我注意点。为了不影响邻里关系，我当天就铺了全屋地毯，此后处处小心，走路轻手轻脚，手机常年静音，电视更是从没开过，洗衣机、吸尘器也只趁它不再使用。我自认为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周全，直到这次半夜起身上厕所，刚冲完水不过1分钟，张凤兰就猛地砸响我家门，声响震天。我睡意全无，一开门便见她凶神恶煞地指着我。你半夜3更不睡觉，想吵死人是吧？我被吓了一跳，但还是好声解释。张姐，我只是起来上了个厕所。哼，上厕所？你不会憋到天亮吗？冲水声跟打雷一样，我刚睡着就被你吵醒，你就是知道我睡眠浅，存心不想让我好过。我在自己家尿急上个厕所都不行。他声音猛地拔高，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你少在这找借口，你这就是素质低，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痛快。我告诉你，这事没完。说完，他朝我呸了一口，气冲冲地扭头走了。我以为他只是说气话，并没放在心上。可当我刚回房间准备继续睡觉时，楼下突然传来了一阵巨响，像是有个巨大的锤子在用力砸我的地板。听着那有规律的巨大震动，我才猛然反应过来，张凤兰在用震楼器震我，真是疯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竟然会因为在家上了个厕所就被人这样报复。震楼器的声音非常大，无论我是戴耳塞还是用被子蒙头，那声音仍旧像钢针一样疯狂往我脑子里钻。在我被吵得头疼欲裂时，小区业主群里也炸开了锅。什么声音啊，吵死了，大半夜的，哪家缺德的在装修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不像是装修的声音啊，这都几点了，震得我心慌。谁家搞出来的动静，赶紧停了！我家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就在邻居们纷纷抱怨猜测时，张凤兰说话了：你们要怪就怪我楼上703的畜生吧，他半夜3更不睡觉，故意制造噪音吵我，我没办法，才用这种手段来给他点教训，省得他以为我好欺负。这话一出，群消息瞬间沸腾。703你怎么回事啊？半夜3更吵别人干嘛呢？最烦这种邻居了，自己没素质还拖累别人。年纪轻轻要讲公德，赶紧给张姐道个歉，别害人了。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整栋楼都被你吵得睡不着，我不恶心？我看着群里的指责和谩骂，气得手指发颤。就因为他张凤兰一句睡眠浅，我在自己家活得像个贼一样，每天都谨小慎微，连走路都蹑手蹑脚，生怕发出一点声音，甚至连薯片都不敢吃。可现在我只是在家上了个厕所而已，就成了他口里没素质的畜生，全小区人神共愤的罪人。我浑身发抖地在群里发出解释，我没有故意制造噪音，只是半夜起来上了个厕所冲了水，他就上门来骂我，还故意用震楼器震我。我刚说完，张凤兰立马就发出60秒语音：你半夜起来上厕所还有理了？你不会少喝水，不会憋着等天亮再上，实在不行你穿个纸尿裤睡觉啊，就硬要吵我。你知不知道马桶冲水声有多大？我本来就神经衰弱，要是被你吓出个3长2短，你负得起责吗？一点公德心都没有，真不知道你爹妈怎么教的。他一说完，群里人又立马回复：703的，你赶紧给张姐道个歉吧，别折磨我们了。就是这事本来就是你惹出来的，你赶紧解决好。我明天还要早起呢，要是影响了我上班，我跟你没完。震楼器的巨响加手机里满屏的指责，气得我眼前发黑。做错事不讲理的人不是我，折磨他们的人也不是我，凭什么要我来背锅道歉？知道跟他们沟通没用，我索性关闭群聊，熬到天亮。天一亮，我立马直奔小区物业。接待我的正是物业经理王志强，我强压怒火，将事情的经过全部说了一遍。可王志强听我说完，只是慢悠悠地抿了口茶。这个事情我们也听说了，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邻里纠纷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协商。可这不是纠纷啊，这是他单方面用震楼器攻击我，这是违法的，他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和房屋安全。闻言，王志强不赞同地摆了摆手。话不能这么说。张姐那边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他说你昨晚动静特别大，而且还经常半夜制造噪音，实在是不堪其扰才采取这种措施的。因为他，我全屋都铺了地毯，在家从来没发出过任何一点声音。昨晚我就上个厕所冲个水而已，能有什么大动静？好了，张姐是这儿的老业主，又是我表姐，她那人我清楚，不会无缘无故找事。你年纪轻，又是新来的，多体谅一下老住户，晚上尽量别起夜。冲水声确实不小，
他话音一落，我彻底噤了声，脸色也瞬间冷了下来。难怪张凤兰这么有恃无恐，原来俩人是亲戚。所以你的意思是，他用镇楼气镇我这件事，你们物业不管了？不是不管，是没法管。我看啊，你还是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必要时低个头，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我没再争辩，离开了物业办公室后，反手拿出手机报了警。可帽子一来，张凤兰要么就撒泼打滚耍无赖，要么就各种装病叫屈，实在没办法了，就算是关闭一下镇楼器。等帽子走了，他又继续打开，甚至还一脸嚣张的挑衅我。有种你让帽子一辈子守着你，没这个本事你就搬出去。哼，好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当天我在附近找了家酒店住了下来，然后给我正在冲刺高考的妹妹打去电话。你前段时间不是想来我新家住吗？我那房子现在腾出来了，你今天就搬过来吧。之前妹妹就一直说想来我这住，但考虑到楼下是个不太好说话的主，我不想惹事，所以一直没同意。不过现在我没必要再拒绝了。好的，姐姐，那我现在就收拾东西过去。快到我小区了，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谢谢姐姐，等会见。挂了电话，我靠在酒店沙发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张凤兰，既然你要跟我来硬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很快，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她快到了，我立马去小区门口等她。刚到，就看到妹妹提着一个大行李箱和满满一背包的复习资料朝我走来。姐，看到我，她那双清澈的眼睛瞬间笑成了弯月。我接过行李，领着她往回走，没想到刚走没几步，就遇到了张凤兰。见我带着妹妹，她一边满脸鄙夷地打量着我和我妹妹，一边阴阳怪气。怎么着？自己受不了镇楼气的滋味，跑出去住酒店了，让一个学生住过来受罪，你可真行了。哼，受罪？张凤兰，你想多了，我妹妹可不是来受罪的。闻言，和张凤兰关系不错的几个邻居纷纷嗤笑出声。不是来受罪，难道是来享福？就你家那震天响的声音，聋子来了都得哭，更何况还是个高中生。笑死！看他妹妹这一脸好欺负的样，我打赌肯定住不了2天就得被吓跑。2天？你太高估这个高中生了。我赌他今天晚上就得带着行李连夜出逃。看着他们笑作一团的讥讽模样，我什么也没说，径直带着妹妹回了家。将妹妹安顿好后，我回到酒店，拉上遮光窗帘，将自己陷进柔软的大床里。张凤兰，希望你会喜欢我给你找来的新邻居，你的好日子现在才开始呢。没有镇楼气的折磨，我沉沉睡去，一夜无梦。第二天，我是被手机的疯狂震动声吵醒的。打开手机，业主群里已经炸了，所有人都在疯狂艾特我，求我赶紧回去。物业经理王志强也在疯狂打我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到王志强那带着哭腔的急迫声音：“陈小姐，张姐她知道错了，她保证以后再也不用镇楼气了，求求你快搬回来吧。”我听着电话那头王志强几乎破音的哀求，漫不经心道：“王经理，大清早的，什么事这么着急？你可不知道，我一搬出小区，睡得可好了，没有镇楼气镇我的日子，别提有多舒服了。”沈小姐，您别这样，您家里现在……哎呦，不对，这整栋楼都快炸了，邻居们都快疯了。您行好，赶紧回来看看吧。我家？我故作不解地问道。我家能出什么事？家里现在住的是我妹妹，一个高3的乖学生，正在冲刺高考呢，能闹出什么动静？电话里根本说不清楚。沈小姐，算我求您了，以前是我们不对，张姐她真的知道错了，镇楼气我们当场没收，砸了都行，只求您赶紧搬回来住吧。可是王经理，我妹妹正在冲刺高考，时间宝贵，我可不能随便去打扰她复习。再说了，她一个孩子能惹出多大乱子？大家邻居一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多体谅一下呗。现在的学生不容易。我话音一落，王志强的声音陡然拔高：“体谅这种事根本体谅不了啊！”呵呵，火烧到自己头上了，知道急了。之前我被镇楼气震得头皮发麻的时候，所有人都叫我互相体谅，多多忍耐。怎么到了自己头上就体谅不了了？我没说话，王志强又急忙道：“沈小姐，你是不知道现在事情的严重性，现在整栋楼的人都没法正常生活了。你隔壁704的老太太说心脏病都要犯了，702的住户已经报警了，连5楼6楼的人都在投诉。沈小姐，这事真的只有你能解决。”不愧是我的好妹妹，解决麻烦的手段还是这么犀利。我心里冷笑，语气却故作惊讶的开口：“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怎么会报警呢？我妹妹没事吧？她一个学生，胆子小，可别被吓着。”误会不了，根本不是误会。王志强低吼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的恳求：“沈小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张姐用镇楼气治她处着，我们物业处理不公，
我给您道歉，我代表物业全体给您鞠躬。只要您肯回来，什么条件咱们都好商量。你要再不回来，咱们小区就都完了呀。之前王志强有多高高在上，此刻他就有多低声下气。我嘴角微微弯起，语气却更加困惑不解。王经理，你这话未免有点太夸张了。我妹妹一个高3的学生，能弄出什么大事啊？她学习可好了，最多就是复习功课啊。难道现在高3复习也犯法了？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推搡声和吵闹声，听上去像是有人已经在那头干起架来了。眼见场面已经失控，王志强的声音更急了：“沈小姐，求您了，您回来看一眼就什么都知道了。我这里真的顶不住了，沾起他都快跪下了。”我心里一阵暗爽。是吗？可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暂时走不开。而且酒店房费我也预付了几天，退不了。王志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喊道：“房费我们赔，双倍赔，不3倍。您有什么事我们帮您办，只要您能回来，现在立刻马上，什么事我们都好商量。”早有这办事态度，不就什么事都没了？我已经受了3天的罪，你们想这么快就解脱，未免想得太美了。既然王经理这么有诚意，那我再考虑考虑。不过现在我得先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其他的事等我忙完了再说吧。不等他再次哀嚎，我果断按下了挂断键，房间重新归于宁静。我走到窗边，俯瞰着不远处我住的那栋楼方向，虽然什么也看不清，但我却能想象那里正上演着怎样鸡飞狗跳、焦头烂额的一幕。就在此时，手机屏幕又亮了起来，是业主群不断弹出的新消息703，你去哪了？快回来呀！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大家都不得安宁了。求求你了，快回来吧，我受不了了。还有好几个陌生号码一直在打我的电话，我微微一笑，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急什么呢？好戏才刚刚开始呢。洗了个热水澡，又慢悠悠地吹干头发，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10点。我打开手机，退出飞行模式，瞬间涌入几十条未读消息和未接来电提醒，微信消息提示的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业主群里已经彻底乱成一锅粥，我受不了了！703到底在干什么？从昨晚到现在，一刻都没消停。我家宝宝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哭，根本哄不住。讲道理，这已经严重扰民了，物业到底管不管？没用啊，我都报警了，连帽子都管不了。我心脏不舒服，速效救心丸都吃了2次了。再这样下去，我真要叫救护车了。703，你赶紧回来吧！我之前不该说你是老鼠屎，求你赶紧搬回来吧！看着群里的消息，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这才刚刚开始呢，就受不了了。你们可是让我身体和精神受了整整3天3夜的罪啊！现在这点时间远远不够。我关闭群聊，决定去附近公园散散步。连续3天被震楼器折磨，我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现在正是放松的好时机，我找了个长椅坐下，闭上眼睛，感受着阳光洒在脸上的温度。真安静啊，没有震耳欲聋的撞击声，没有邻居的指责谩骂声，没有物业的敷衍和稀泥，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以及大爷大妈们闲谈的欢笑声。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我在公园里坐了1个多小时，吃了顿午饭，才慢悠悠地起身往酒店走。回到房间时已经是中午12点，我打开手机，未接来电87个，未读微信213条，短信45条。我点开王志强发来的微信语音，他的语气已经从恳求变成了绝望。沈小姐，您再不回来，我们真的要出大事了。有人已经准备搬出去小区了。其他邻居的消息更是五花八门。703的，你家到底住了个什么怪物？求求你了，我家孩子明天有一场重要比赛，今天必须休息好啊！再这样下去，整栋楼的房价都要跌了。我面无表情地浏览着这些信息，内心毫无波澜。当初我被震楼器折磨时，他们要么指责我不该半夜上厕所，要么让我去道歉求和，要么让我忍一忍。现在轮到他们自己受罪了，就知道急了。我没有回复任何人的消息，而是给妹妹打去电话。依依，在我家住的怎么样？还习惯吗？很不错，这是我住过最满意的房子。满意那你就尽管住。挂断电话后，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处理拖欠的工作。专心工作时，时间过得很快。等我再次打开手机时，情况似乎升级了。未接来电142个，最新一条是10分钟前王志强打来的，连续打了3次。我挑了挑眉，给王志强回了条短信：王经理，有什么事吗？消息刚发出去，王志强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沈小姐，你终于接电话了。帽子、消防队和救护车都来了，所有人都在找你。虽然早有预料，但我没想到事情进展的竟然这么快。我故作惊讶地问他：什么事闹这么严重？难道我妹妹出事了？
不，你妹妹没出事，但已经有很多人因为你妹妹进医院了，救护车刚拉走一车人。王经理，请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妹妹一个高3学生，怎么可能弄出这么大动静？你是不是太夸张了？王志强几乎要哭出来了。一点都不夸张，我发誓，沈小姐，我知道之前是我们不对，张姐用镇楼器是她混蛋，我偏袒她是我不对，我给林科头认错都行，只求您赶紧回来。可我这边的工作还没处理完，而且我过去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啊。能解决，只要你过来，就一定能解决。我已经在您酒店楼下了，求您赶紧跟我回去一趟吧。都找到我酒店楼下来了，看来他是真没招了。行，那我就过去看看。我走下楼，一眼就看到正站在酒店大厅的王志强。看到我，他仿佛看到了救星。沈小姐，你总算肯回小区了。还不等我说话，他就迫不及待拉着我往小区里赶。我所住的楼栋下面已经乌泱泱站满了人，所有人都抬头看着6楼阳台。张凤兰正摇摇欲坠地站在阳台边，看到我来了，人群瞬间骚动起来。他来了，他终于来了。沈小姐，你总算来了。我今天一天压根儿都不敢进楼回房间，太恐怖了。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这种事儿。是啊，你再不来，真要出人命了。你快上去劝劝你妹妹，不然不仅张姐要跳楼，我们大家都住不下去了。阳台之上的张凤兰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完全没了之前那副刻薄嚣张的样子。一看到我，她立马红着眼激动大喊：沈婉宁，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特意搬走，找个怪物住在我楼上，就是为了折磨我，对不对？你就是存心想让我死，对不对？看到他这样，我忍住了笑，一脸无辜。张姐，你这话就有点过分了。我只不过是让我正在冲刺高3的妹妹住到我家，方便复习和上学，怎么就变成存心想让你死了？你之前看到我妹妹的时候，不是还觉得她好欺负吗？提到我妹妹，张凤兰像是应激了一样，满脸惊恐。我那是不知道她这么恐怖，那就是个怪物，是个祸害。你赶紧让她搬走，让她走，不然我今天就死在这。张凤兰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俨然有种马上就要跳楼的架势。见状，王志强立马紧张大喊：表姐，你别冲动，我特意叫沈小姐过来就是解决问题的。说着，他看向我，认真道：沈小姐，先别在这聊天刺激我表姐了，咱们先上楼看看你家，去找你妹妹看看情况吧。行，见我同意，楼下众人瞬间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个个双眼放光的看着我。就这样，一群人簇拥着我往楼里走，那架势像是在迎接什么重要人物。到了7楼，走廊里已经站了好几个这层的住户。704的门开着，一个中年男人扶着门框站着，脸色很差。王经理，我妈刚送去医院，医生说需要静养。703的情况要是再不改善，我们真要低价卖房换住处了。王志强连连点头，一脸无奈。我知道，沈小姐这不是来了吗？马上就解决。说着，王志强带着我走到了我家门口，他迫不及待敲了敲门，门内传来妹妹清脆的声音：谁呀？我看了眼身后一脸痛苦的众人，淡淡道：是我，姐姐。很快门开了，看到屋内的情况，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我妹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练习册，看到我后，那张清纯的脸上立刻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姐姐，你怎么突然来了？不是说这几天让我一个人好好复习吗？她的声音清脆自然，没有任何异常。房间里的景象更是让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科教材和复习资料，整个屋子里干净又安静。无论怎么看，都只是一个普通高3学生在认真地复习功课。王志强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扫视着房间，然后快步走进去，在各个角落查看。什么都没有，这怎么可能？其他邻居也跟了进来，一个个在屋内四处张望，越看大家脸上的震惊和疑惑就越强。张凤兰看到眼前这一幕，脸色异常难看，下意识惊呼出声：不可能，这不可能！她踉跄着走到客厅中间，环顾四周，然后死死盯着我妹妹。你早就做好了准备，说你把东西藏哪了？阿姨，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东西？似乎是想到了那东西，张凤兰的脸色立即变得惊恐了起来。你少给我装傻！你怎么折磨大家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快把那个东西交出来！妹妹更加困惑了，她转向我，一脸不解。姐姐，这位阿姨在说什么呀？什么折磨人？我一直在家里复习，什么都不知道呀。小姑娘，你确定你一直在复习，什么都没干？对呀，我从昨天搬过来开始就一直在复习，我们马上就要模拟考试了，我试卷都做了好几套。她表情无辜，眼神清澈，看上去俨然就是一副单纯懵懂的3好学生。
我叹了口气，转向张凤兰和其他邻居。各位，你们都看到了，我妹妹只是在正常复习，房间里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没做。至于你们嘴里说的折磨人的东西，会不会是别人搞出来的？话落，6楼的一个年轻宝妈立即激动道：“不可能！昨天一整天，那动静就是从你家传出来的。我和我老公反复确认了好几遍。”那你有证据吗？闻言，他一下子哽住了。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吗？我们一整栋楼的人都知道。对，从昨天你妹妹搬过来开始，那动静就一直没消停过。除了你们这里，还能是谁？就是我在这小区住了几年了，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你们就消停消停吧，别再折磨我们大家了。我环视了一圈屋内，冷笑出声。可现在你们也看到了，我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妹妹也确实只是在认真复习，你们怎么就能确定你们口中那所谓的折磨人的动静就是我妹妹弄出来的？她是重点学校的清北苗子，要是因为你们的一面之词影响她成绩，耽误她高考，你们负担得起吗？我的话让刚刚还嘈杂的现场瞬间静了下来，所有人面面相觑，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王志强不死心的再次在屋内检查了起来，可检查完所有地方，他也依旧什么都没找到。沈小姐，你妹妹真的就一直在这里复习，没做别的？除了复习还能做什么？我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所有做完的课题也都在这里，哪有时间做别的？而且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们口口声声说什么折磨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妹妹语气里带着被冒犯的不悦，像极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无辜者。邻居们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唯有张凤兰更激动了。你们别听她胡说八道，就是这个小丫头片子一直在折磨大家，我就在她家楼下，我很确定。这位阿姨，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太大了？我听说睡眠不好的人容易产生幻听，我有个同学的妈妈就是这样，老是觉得楼上有声音，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神经性耳鸣加上焦虑症。他说着，从书桌上拿起一本心理学方面的课外读物。这本书里说，当人对某种声音特别敏感时，大脑可能会自动补全这种声音，即使它并不存在，你也会觉得自己真真切切的听到了。这在心理学上叫做预期性听觉幻觉。妹妹翻开书，指着一页上的文字，你看，这里还写了案例，跟你们现在的情况很像。我记得我刚搬来的时候，你们这里好像有人在用震楼器，你们是不是都被震楼器的巨大噪音给影响了？妹妹有条不紊的分析，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一时间，现场邻居们都开始窃窃私语。有道理啊！最近这几天震楼器天天震个不停，我耳朵24小时都在嗡嗡叫。对，我现在一安静下来就觉得有震动声，特别难受。闹了半天，原来还是张姐的震楼器惹出来的祸。原来某些人才是咱们小区的老鼠屎啊！真是害人不浅。听着大家的指责，张凤兰的脸色由白转青，又由青转红，她猛地指向我，声音尖利的几乎要撕裂空气。沈婉宁，这都是你设计好的，对不对？你就是故意想逼死我，你记恨我用震楼器震你，所以就找来这么个怪物妹妹，用更阴毒的方法报复我。你这个毒妇，你就是想逼疯我，你就是想让我死。她歇斯底里的说完，然后突然冲向我家阳台。张姐，你干什么？王志强第一个反应过来，惊叫着要去拉她，但张凤兰动作太快，几步就冲到了阳台上，半个身子探了出去。7楼的风呼呼地灌进来，吹得她身形摇摇欲坠。见状，现场的邻居们都慌了。张姐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是啊，张姐，千万别做傻事，大家也就抱怨而已，何必要闹出人命呢？张凤兰回头看着众人，脸上露出一种近乎疯狂的笑容。好好说，还怎么好好说？你们现在都向着他，都觉得是我的错。沈婉宁，你满意了？你不是想让我死吗？我这就如你所愿。他做事要往外跳，现场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再看，楼下也立刻传来一阵尖叫。见状，王志强急得满头大汗，冲我哀求道：沈小姐，你快劝劝张姐啊！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恩怨，总不能真闹出人命吧？是啊，沈小姐，你快道个歉，先把人劝下来再说，人命关天啊！张姐之前虽然做的不对，但罪不至死啊！望着那一双双满含责备的眼神，我笑了。又是这样，无论张凤兰怎么作怪，最后被勒令道歉的人肯定是我。我冷冷地看着阳台上的张凤兰，她虽然半个身子探在外面，但双手却死死抓着栏杆，身体也微微发抖，那姿态看上去比谁都害怕掉下去。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所有人都愣住了，显然是没想到我竟然还敢刺激张凤兰，就连张凤兰都不敢置信地回头看我。你说什么？省省吧，别演戏了。
张凤兰，你舍不得跳的。张凤兰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跳脚。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不敢跳？当然，你费了这么大劲，不就是想要我这套房子吗？现在房子还没到手，你怎么舍得死？此话一出，全场寂静。张凤兰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你胡说什么？我胡说。我轻笑一声，哼，对一脸茫然的邻居们认真道：各位，你们知道张凤兰为什么一直用震楼器震我吗？不是因为我半夜上了个厕所，而是她想低价买房。这栋楼是学区房，房价一直坚挺。她看中了7楼我这套房子的户型，想用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来。我顿了顿，看着张凤兰越来越难看的脸色，继续开口：我这套房子的上一任房主就是被她用类似的方法逼走的。李先生有轻度神经衰弱，张凤兰就天天在楼下敲天花板，半夜故意制造噪音，坚持了3个月，李先生精神崩溃，只能低价卖房搬走。可当时的价格对张凤兰来说还是有点高，所以他没接手。等我住进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故技重施，看我一一忍了下来，他就升级手段，以我半夜上厕所吵到他为由，用震楼器震了我整整3天。他做这么多，无非就是为了逼我低价卖房，离开这里。我每说一句，张凤兰的脸色就灰败一分，周围的邻居们则听得目瞪口呆。原来是这样，难怪他总是找楼上麻烦。对啊，我还觉得奇怪呢，怎么他楼上搬来的每个住户都有问题？原来真正有问题的人是他啊！用这种方式折磨别人，逼别人低价卖房离开小区，这也太缺德了吧！张凤兰站在阳台上，浑身发抖，她嘴唇哆嗦半天，才支支吾吾地开口：你胡说八道，你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你证据？我冷笑一声，哼，从手机里翻出几张聊天记录截图。这是你和中介的对话，你明确说7楼姓李的那男的马上就要搬走了，只可惜他抛售的价格还是有点高了。等下一任户主接手，我再想办法把他逼走，到时候房价肯定还能再降一手。等那个时候我再买过来。我把手机屏幕转向众人，离得近的几个邻居凑过来看，随即发出惊呼：还真是，我的天，这也太明目张胆了！这降低的不只是他楼上的房价，也是我们整个小区的成交价。到时候我们啥也没干，房子就跌了大几十万。就是这手段也太缺德，太下作了。真相大白，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张凤兰身上，充满了愤怒、鄙夷和被欺骗的恼怒。张凤兰站在阳台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她那张刻薄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慌乱。我只是想省点买房子的钱，有什么错？想省钱买房子没错，但用这种下作手段骚扰邻居、逼人搬家就是违法。张凤兰，你不仅骚扰我，还用震楼器影响整栋楼，现在又闹跳楼，浪费公共资源，这些账今天该好好清算清算了。最终，张凤兰被帽子带走了。警方调查后确认，她长期骚扰邻居，使用离境器械影响他人生活，企图威胁他人低价卖房等行为，已涉嫌违法。最终，她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同时，法院还判决她赔偿我精神损失费。至于物业经理王志强，因包庇亲属、玩忽职守，被物业公司开除。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正常生活，也不必担心自己会因为一点小小的动静而惊扰到楼下，那种自由的感觉真好。姐，你看，这是声波反射仪。那天我一住进来，就听到了楼下那位阿姨在用震楼器震我，我当天就做出了这个，让她把这些声波进行了加倍反射处理，让它们更大化的反射到整栋楼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当时你们整栋楼都被这增强版的震楼器声音吵得难以忍受。我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办法。往后的日子，妹妹在我家长期住了下来。我和妹妹坐在客厅，看着电视，放肆的说说笑笑，整个房子充斥着欢声笑语，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模样。